所以大陸咧同埋香港嘅啲藝人同埋台灣藝人咧都要表態，就沒有不表態嘅自由嘅。所以 Stephy 咁啊最近咧就話即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啦。台灣咧好多藝人咧因為520咧台灣總統就係職位，所以結果咧都要紛紛表態就支持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台灣回歸。咁然後咧天心咧就係我年輕嘅時候嗰啲靚模嚟㗎啦只係寫咗我中華民國，咁啊當然台灣啲人好開心啦，但係結果咧都係俾小粉紅圍插，所以咧最後都要刪 post。咁然後台灣嘅電視台咧每一日即係有好多咧係藍營嘅電視台，每一日都鬧緊賴清德嘅喎，話賴清德咧改變呢個嘅意圖改變台海局勢嘅喎。咁啊嗱呢個就睇到個制度優勢啦。因為我見到每一日咧藍營嘅電視台咧都鬧緊賴清德，而咧有唔少咧就話要同共產黨合作，唔少咧就仰慕中國嘅經濟發展就話中國好台灣好，台灣好中國更好，就講緊呢啲咁嘅説話。呢個如果係白色恐怖嘅時期咧，即係80年代或以前，呢啲就叫通匪罪、匪諜罪咁啊就佢要槍斃喎，就算唔槍斃都會好嚴峻地係可能會受到嚴厲嘅刑罰嘅。陳怡就因為叫蔣介石走啦去南美洲，咁然後咧就結果咧蔣介石就捉咗陳怡大家知道係邊個咧？就發動228事件嘅人啊嘛，發動228事件嘅人咧就係捉咗佢，最後就槍斃喎咁所以你話咧台灣以前咧白色恐怖嘅時期就唔能夠容許有呢啲通匪嘅，而家咧台灣民主化咗啦，結果咧就係通匪也可以。然後咧有唔同嘅政治主張都可以，呢個就係言論自由嚟噶嘛。你點樣鬧賴清德冇問題噶？你主張台灣回歸，好多藝人楊丞琳佢哋、蕭敬騰佢哋主張台灣回歸中國大陸冇問題喎。你照可以翻到去台灣，佢唔可以取消你嘅護照噶，唔可以驅逐你出境喎，因為你係中華民國嘅國民嚟噶嘛。咁但係相反大陸就唔得啦，大陸嘅藝人以及咧一般人，唔可以表達咧佢同主旋律有唔同意見嘅政治嘅主張喎，佢唔可以喺大陸度工作，然後主張我支持民進黨唔得嘅喎，佢支持黎智英咁唔得嘅喎，即刻俾人拉喎。所以呢個我就話叫大陸嘅制度優勢。制度優勢就係咩咧？喺擂台上面，民主國家咧對住佢哋咧就可以跟住擂台嘅規矩。就打 boxing 就打 boxing 啦，打跆拳就打跆拳，打柔道就打柔道，唔係嘅，即係中國伊朗或者係敍利亞呢啲國家咧，委內瑞拉呢啲國家咧，佢就可以拳腳爭膝嘅，撩陰插眼都得嘅。咁所以點解你話美國咁強大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然後北約咁厲害，都冇辦法完全令到世界上同北約或者同美國敵對嘅國家係消失咧？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啊嘛，因為人哋就可以拳腳爭膝、撩陰插眼，而北約嗰啲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咧，佢哋都要講法治規則嘅。咁但係美國咧，似乎近來咧就脫軌美國點樣脫軌咧？特朗普嘅時期對住呢個嘅國際法庭、海牙國際法庭唔係海牙仲裁庭中國咧就之前就話杯葛嗰個係海牙仲裁庭，而最大件事就係中國本身係有簽署海牙仲裁庭嘅呢個誓則嘅咁但係佢最後咧就係因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對中國不利，咁所以佢就話要杯葛南海仲裁庭。咁咧特朗普時期咧就竟然係制裁咗海牙法庭。咁而家咧就係因為海牙法庭咧，佢首先舊年就對普京發出咗通緝令，而家咧全球大部分國家咧。普京咧去到咧都會被通緝噶啦，就被拘捕。去南非唔得，去英國唔得呢啲有簽署海牙刑事法庭嘅條約嘅國家係唔去得嘅。理論上唔去得但係實際上你去南非嘅總統夠唔夠膽拉你咧，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拉你等同開戰啫嘛，宣戰噶嘛。咁佢可以去朝鮮去中國呢啲國家啦，去敍利亞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去歐美，就大部分都唔得。去美國得嘅，因為美國係冇簽署呢個國際海牙嘅刑事法庭嘅條約嘅。咁而家咧今年就繼普京之後咧，又通緝咗呢個哈馬斯嘅領袖同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就一次過拉晒兩個啦，話要
即係打和啦，係咪？因為而家西方有啲人就爭議緊，喂，到底係以色列唔啱啊，定係巴勒斯坦唔啱？咁我嘅立場同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好簡單嘅啫喎。嗱，以色列有權反擊嘅，呢個根據聖經舊約啊，或者係根據呢個嘅中東嘅一啲嘅宗教原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係得嘅。但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咧係要合理地回報嘅。人哋攞你一隻眼，你攞翻人哋一隻眼係合理嘅，你必要時攞翻人哋一對眼。咁大家都覺得哎呀可以同情地理解，但係唔係嘅。如果你攞人一隻眼，人哋咧就要攞翻你10隻眼好似半澤直樹咁，我要10倍奉還。咁呢樣嘢咧就可能咧a little bit over， 或者係即係國際上係唔會支持。咁而家以色列嘅情況就係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打和啦，兩個都拘捕，兩個都通緝係最合理嘅。但係美國就唔得喎，美國嘅參眾兩院咧普遍無論係民主黨定共和黨都認為呢個嘅通緝內塔尼亞胡咧係唔合乎美國嘅原則喎，唔合乎美國嘅利益喎。咁所以咧，佢而家美國咧就要抵制，要驅逐海牙刑事法庭嘅人喺美國咁呢個佢都係開始對呢個所謂國際規則咧係有一啲嘅動搖啊。因為佢自己都覺得哇，你哋俄國就可以完全唔守呢啲規則，我要守嘅時期咪唔夠你打咯。咁所以近年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佢哋認為就係呢啲所謂國際規則咧係只會對佢綁手綁腳嘅好似英國咁樣啫嘛。英國拘捕咗香港3個間諜係咪？有一個就係無故死咗啦。咁但係2個咧仲放咗出嚟，係活動自如，排咗出年喺 Kingston 度審我睇下有時間我都會去聽下審咁喺 Kingston 度審，而家咧佢完全係可以自由活動嘅喎，自由上網，可以夜晚去飲酒，禮拜6日去睇波嘅喎，唔使帶電子腳鐐。最初話要帶電子腳鐐，後來人哋個律師咧就即係要求話唔需要帶電子腳鐐啦。英國咧係可以完全咧對於國家安全嘅重犯係有咁寬厚嘅對待嘅。香港咧嗰啲根本你未拉啦，即係未審法庭未審，而家法庭審緊啦，47人，黎智英、周幸彤。已經坐咗幾年監啦。如果萬一佢哋無罪釋放嘅，咁邊個還翻嗰幾年光陰俾佢呢個就冇仇報噶咯。其實當然唔係完全冇仇報嘅，就好似全斗煥同埋盧泰愚咁樣，佢拉咗好多人啦。民主化之後咪拉翻盧泰愚同埋全斗煥咯。全斗煥被判死刑，後來判終身監禁。呢個嘅盧泰愚判17年，但係最後咧民主化之後咧都將佢哋特赦啦。咁所以你話民主化又講一啲嘅原則，又講一啲嘅普世價值嘅時期，你往往咧就唔夠嗰啲人打。所以喺歷史上就係咁樣嘅。歷史上咧漢朝同埋匈奴去鬥爭，匈奴係永遠佔上風嘅，短期至少係羅馬帝國同埋蠻族、分族日耳曼民族又係啲蠻族咧係佔上風嘅，俾匈人打到入去羅馬咁你係唔夠佢打嘅，因為佢可以完全唔守規則啊嘛，佢成本低啊嘛，係咪？佢爛命一條，係人多命賤啊嘛。嗱，咁所以呢個係歷史話俾我哋知咧，就係野蠻民族同埋呢個嘅文明嘅民族打咧，短期咧野蠻民族贏緊嘅，佢就有制度優勢。但係長期而言咧，如果文明嘅民族咧完全唔遵守嗰啲文明嘅規則咧，佢最後會變野蠻化咗嘅，變野蠻化咗佢就會被消滅咗啦，被野蠻。咁但係相反，如果佢堅持文明嘅話咧，即使佢最後被打敗咗啦，喺羅馬帝國嗰個歷史咪咁樣咯，最後咪基督教咪同化咗啲蠻族咯。喺中國又係咁喎，漢朝短期係打輸嘅，長期咧鬥爭落去咧又有啲贏贏地。咁當然啦，鬥爭落去贏贏地，譬如話霍去病咁啦，霍去病都用啲滅絕政策啦，因為佢發覺咧匈奴不斷咁游擊我哋又捉唔到佢喎。咁點佢咪帶定啲騎兵去匈奴度，周圍喺漠北度見到人哋嗰啲村莊咧，女人細路畜生牲口片甲不留就斷佢後路。因為你發覺你唔夠佢主力部隊打，亦都揾唔到佢主力部隊嘛。霍去病就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去打。呢個輝達或者叫英偉達佢個市值係幾多我琴日睇一睇咧，3萬億美元，超過咗蘋果嘅市值。咁佢係做乜嘢嘅咧？佢哋個公司主要係做 AI 嘅晶片做晶片有好多公司啦，台積電又有啦，呢個 Sony 又有 Samsung 又有，係咪？佢哋有做晶片
Intel， 咁呢啲傳統做晶片好厲害。而英偉達咧，或者我中意叫輝達啊，輝達好聽啲。輝達咧佢主要係做咩？就係主要針對 AI 而家嘅晶片。嗱，大家知道咧，而家 AI 嘅世代嚟㗎啦，但係其實 AI 仲未開始盈利嘅 ，ChatGPT 未開始盈利喎。其他嗰啲 AI app 咧，我成日用㗎，我用緊10個8個 AI app 㗎。我之前係咪講呢個嘅Matthew Trickett 嘅時候，咪首先我係第一個人中外，我係第一個用咗個 AI 軟件 scan 到佢同呢間劉皇發中學嗰個合照啊嘛，嗰啲學生原來咧後來香港01咧就跟住我呢個 source 就揾到原來佢同蔡若蓮咧做保鏢嘅。咁呢個係咪用 AI 啊？幾秒鐘就揾到啊！咁所以我就係每一日咧都係用啲新嘅 AI 去了解技術，但係大部分 AI 都未盈利嘅，因為使用嘅人又唔係太多啦而家。咁啊最近結果佢喺台灣有旋風式嘅訪問，咁啊好多記者問佢點睇台灣啊？Taiwan is a very great country。佢唔係一次半次講喎，佢多次提到台灣嘅時候講 country。咁咧，黃仁勳就喺台灣出世。然後咧就去咗美國度長大，其實好似林書豪嗰啲咁嘅情況啦。其實佢講英文咧係熟過講中文嘅，而且咧佢娶咗白人嘅太太啦，生個一個仔一個女，望上去咧個女係似華人樣嘅，但個仔係完全係白人嘅樣嚟㗎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黃仁勳佢多次講台灣係 country， 咁台灣係唔係 country 咧？咁呢個就係睇你點睇啦。係咪？佢無論你話台灣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咁呢個應該可能有爭議。但係台灣係中華民國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在台灣，或者中華民國管治台灣，呢個係冇爭議嘅，呢個係事實。而大陸呢，佢就唔能夠接受你講事實啊嘛。大陸佢哋講嗰套係咩？佢講意識形態，即係佢話佢唔承認台灣。你承唔承認佢，唔等於佢存唔存在嘅。我唔承認呢個世界有 UFO。我唔承認呢個世界有 UFO， 唔等於 UFO 唔存在喎。我唔承認呢個世界有鬼，咁唔代表呢個世界冇鬼，或者當然唔代表呢個世界有鬼啦。因為鬼同 UFO 係無從判斷嘢嚟噶嘛。但係我唔承認呢個世界有一個人叫趙善軒，咁你唔承認有趙善軒，但係趙善軒係存在嘅，係咪？咁所以咧，佢話我唔承認台灣係一個國家，但係問題台灣中華民國呢個國家係存在噶嘛？佢有佢嘅軍隊，有佢嘅憲法。有佢嘅貨幣，有佢嘅人民，有佢嘅土地，一個國家應該要有嘅元素，佢全部有晒喺度嘅，所以你話你唔承認，佢話世界國際上啲國家主要都唔承認，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問題你唔承認唔代表佢唔存在啊嘛，承唔承認咧係一個主觀嘅概念，存唔存在一個客觀嘅問題，咁而家黃仁勳咧佢係作為一個讀科學嘅人啦，讀 IT 嘅人啦。佢都係講客觀存在，台灣係個 country。咁但係問題咧，如果其他人講咧，就會被抵制。如果係 Apple， 如果係 Tim Cook 講咧，就係大劑啦。因為 Tim Cook 係需要靠中國 Apple 市場，因為中國係 Apple 最大嘅產地曾經係，而家印度可能係啦。Apple 亦都係中國咧最主要嘅市場。如果你Tim Cook 講完，你抵制蘋果咧，蘋果市值大跌。但係問題咧，輝達點解咁有底氣咧？用底氣呢個字啦，呢個大陸人講啊嘛，我用翻佢哋嘅術語嚟講，就係因為美國總統禁令呢個係拜登時期嘅禁令嚟噶。拜登時期嘅禁令，輝達嘅晶片就唔能夠出口去中國啦。所以有啲人咧，4年前啲人話，鬧我啊！我嗰陣時就話特朗普同拜登上台，我話如果特朗普上台咧，係會對中國更有利，美國係更不利。因為佢會針對晒所有美國嘅盟友，大家記得特朗普作執政嘅時期，針對咩？針對日本，同日本打貿易戰，打越南貿易戰，打印度貿易戰。咁你如果打中國貿易戰咧，就應該咧寬待其他國家，希望咧就合縱連環啊嘛，團結盟友對付你嘅主要敵人啊嘛。毛澤東嘅理論嘛，主要矛盾同次要矛盾，唔係嘅。特朗普咧就係我一次去打10個。但你先唔好理佢個人係如何，佢呢個策略係完全係 ridiculous 噶嘛。咁結果咧，拜登上台啊嘛，咁當日4年前我就話拜登上台係對美國最有利，對中國最不利嘅。結果啲人啊鬧我啦，不斷鬧我，侵粉係咁鬧我。咁而家事實係點啊？事實上就拜登上台呢4年，比特朗普對付中國咧係更加強硬喎。咁當然呢個必須承認就係佢繼承咗特朗普嘅政策，呢個係事實嚟嘅。特朗普嘅政策令到朝野咧係有一個共識。咁但係佢就能夠團結到盟友啊嘛，
起碼能夠苦苦支撐北約同埋歐洲繼續支持烏克蘭啦。咁啊，當然有啲人話，如果特朗普上台啊，根本啊普京啊係唔會打烏克蘭啦。咁呢個有如果有早知就冇刻意。呢個如果假設性問題，歷史學者咧就唔做假設性問題啊，主要都唔做假設性問題。GPU 佢而家主要係做緊呢個 GPU 啦。喂，中國第一，你制裁黃仁勳係冇用嘅，因為你制裁黃仁勳咧，佢啲嘢反正出口唔到去美國、中國，喺美國出口唔到去中國。第一係冇用，第二而家你制裁佢，如果有一日咧，其他總統上台寬鬆咗呢個晶片出口，你而家制裁咗人哋，人哋有選擇嘅時候賣唔賣俾你咧？呢個好難講喎。所以咧，整個中國嘅官媒外交部發言人小粉紅們啊，喂都係鴉雀無聲喎。對於黃仁勳形容台灣係 is a great country 咁所以呢個真係搞笑係咪啊？